直以歌曲《偷偷藏不住》而闻名，他体现了值得爱戴和尊重的5种美德。看完电视剧《躲不开》，我发现自己被才华横溢的赵露思饰演的桑植这个角色深深吸引了。她的形象展现了5种值得称赞的美德的非凡体现，使她真正值得爱戴和钦佩。1. 必须避免对弱势群体或弱势群体进行任何形式的虐待或伤害。桑植出身优越，被称为富家子弟，他拥有极高的智力，并且有潜力通过一点努力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这种性格的女孩很容易被自己的优越感所左右，从而变成一个傲慢、技能过人的人，常常导致不幸的同学的贬低。此前，她和出身并不优越的尹真如之间有过一段友谊。在尹真如面临欺凌的困难时期，她给予了支持和鼓励。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被尹真如利用时，他们的友谊戛然而止。桑植遭遇女流氓欺凌事件后，他向父母吐露了勇气。对此，他的父母立即采取行动，找到学校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他的哥哥桑延也向他寻求帮助，以帮助他释放不满。综上所述，桑植对于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有一种恐惧感，然而他依然坚定不移，不屈服，表现出面对逆境时的反抗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对他人进行攻击或恐吓行为。2. 必须避免剥夺个人体验爱的能力。桑植在青春期时对陈哲远饰演的段嘉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虽然这本身可能不是爱情，但它的存在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高中时期，爱情的种子开始开花，也许他自己不知道，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不知不觉地对段嘉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将这份爱珍藏在心底。桑延因为提到段嘉旭有女朋友，他鼓起勇气独自踏上义和寻找段嘉旭的旅程，这也是他敢于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就在此时，汪洋饰演的姜思云与段嘉旭并肩而至，导致人们误以为他是段嘉旭的恋人。这种误解让桑植深感失落，感情得不到回报。综上所述，桑植的爱情的特点是单纯无私，他明白爱的界限，不干涉别人的生活，认识到不干涉的重要性。3. 有承受能力和坚持能力。物理是他最不喜欢的科目，然而为了追赶段竹旭，他不仅对物理产生了兴趣，而且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自从他选择爱段嘉旭，他就一直认可他。这种认可延伸到他在面对江英时对段嘉旭的保护，以及他能够为段嘉旭提供关爱和安慰。将显示器交给段嘉旭时要小心谨慎，确保运输安全。陪段嘉旭去医院做阑尾炎手术，给予他支持和安慰。在此期间，真诚地关心段嘉旭的基本需求和安全。无论是在职业还是个人事业上，他无疑都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事实上，他并不一定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了解记录善意行为的过程至关重要。段嘉旭性格孤僻，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欣赏的地方，但他的毅力和责任心确实值得称赞。要是江英不要再无情地挑衅段嘉旭，如果他能像桑植一样同情他就好了。段嘉旭极有可能遵照母亲的遗愿与蒋英结婚。然而，江英的无厘头行为和不懂得欣赏他的感情却把他赶走了。每当想起桑植，我就会不断想起段嘉旭为他介绍老师所提供的宝贵帮助。同样令人难忘的是段嘉旭对他追求物理教育的支持。师始终优先考虑段嘉旭的情感健康，在做决定时考虑他的感受和想法。师也不畏惧为段嘉旭辩护，确保他的声音被听到，他的需求得到满足。报答朋友是有具体的做法和心态的，这种方法需要承认并回报对您所表现出的善意。段嘉旭对桑植的喜爱并不奇怪，因为他对桑植的性格有着深刻的了解。有5个原则包含了慷慨之爱的概念。桑植当年的隐情，是因为他不知道段嘉旭的真实意图。当他发现他对他也有感情时，他毫不掩饰地公开拥抱爱情。尽管年龄相差7岁，但周围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之间的联系。考虑到段嘉旭的家庭背景等因素，可以断定他并不适合桑植。
桑植对段嘉旭感情深厚，对他怀有强烈的思念。桑植努力让自己的圈子里的人认识段嘉旭，并努力说服哥哥拥抱段嘉旭。事实上，不管家人有什么反对，我坚信桑植对段嘉旭的感情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我是段嘉旭，我一定会对桑植怀有深深的感情和深深的敬佩，因为他拥有这5种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美德，让人又爱又敬。杨洋确实超越了，他特别努力地去看演出，甚至脱掉了内衣，只穿一件外套，是不是很冷？最近，杨洋积极参与拍摄项目，但都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标志着他与之前职业生涯巅峰时期的重大背离。当时他在众多玛丽苏风格的故事情节中作为男主角获得了巨大的人气，这些故事情节与他的年轻粉丝群产生了深刻的共鸣。目前他也渴望探索新的角色，使自己的荧幕形象更加多元化。目前有大量学生在石油生产领域表现出色，他们在该领域表现出非凡的技能和熟练程度。此外，虽然脱脂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许多网剧的表演效果都非常出色。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高水平的制作都能有效地运用油腻的演技，因为它往往会带来不理想的结果。然而，如果认为杨洋从未从事过此类表演，那就是错误的。尽管杨洋过去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源，但他却很难有效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之前主演的电影《三生三世桃花十里》受到的批评让他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质疑。不过近段时间，杨洋却罕见现身巴黎出席时装秀。说到网络形象，穿西装被认为是展示身材的最佳选择。此次现身机场，杨洋选择了较为低调的造型，身穿黑色印花毛衣搭配羊毛夹克、丝绒长裤和踝靴。看来现在很多男明星都倾向于将西装搭配踝靴，这种组合散发出更奢华的氛围，您不同意吗？杨洋换了发型之后，气质明显提升了，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体质和颜值相比之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可见他现在的名气和人气已经不像巅峰时期那么低了。这个观察也适用于李易峰，因为他们都是寻求职业转型的偶像。对于杨洋来说，转型看似具有挑战性，但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回归本源。杨洋早期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洋逐渐走上了领导之路。目前来看，也算是回归基本面，希望杨洋未来的努力能有积极的成果。毕竟，获得卓越认证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杨洋遭遇黑客事件，经纪人大为恼火。经纪人表示很无奈，并劝杨洋如果真的想从事演艺事业，就应该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名人是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集体，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他们未能达到期望，他们可能会面临批评和审查。最近，杨洋就成为了这种不必要关注的受害者。在长沙出席宣传活动时，有人散布消息，暗示杨洋因个人原因取消发布会，被指傲慢。这一事件引起了不同背景的互联网用户的兴趣。杨洋的经纪人贾士凯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杨洋的敲诈行为。贾士凯在网上发声愤怒，并澄清杨洋迟到的原因其实是航班延误。此外，试图通过网络手段敲诈杨洋的人还被贾士凯批评为躲在编剧的匿名之下乱贴标签。这件事真相大白，说明杨洋工作认真，故意迟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某些情况就像航空旅行中遇到的情况一样，超出了艺术家的控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遵守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安排。天气状况等不可避免的因素会导致航班延误，这种现象已逐渐变得司空见惯。贾士凯通过广泛的谈话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沮丧和恼火。文章多次将这种挫败感归因于飞机延误，并援引他的话说：“你只能躲在阴影里当编剧，批评别人。黑子，你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你真的想一份声明，直接面对我，我们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我准备好支持你直到最后。”鉴于经纪人对杨洋的认可，
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也纷纷表示同情，表示杨洋确实很出色。我们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安然度过任何外部干扰，不受到任何负面影响。